你这骗子！整整5年，你偷走的是他的人生，是你让他在那烟花之地受尽折磨，油尽灯枯。祁煜，若我说我真的失忆了，若我说我是真的爱你，你可会信我一分？你不配提信字。喝下这杯毒酒，本庶子等当这5年从未有过。是梦吗？小姐，走，这边要到了。童月，你刚才是不是梦到什么了？没有，小姐，梦里都是假的。在那边，别让裴家人跑了！梦里我就是向东走，才被小姐的未婚夫祁煜错认成小姐救下。小姐，向东走，别回头，会有人来救你的。我去西边引开敌人。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！童月，你陪我一起好不好？我害怕，万一一路上我就被人杀死了呢。小姐，你我是2个目标，分开了才有一线生机。你说会有人来救我，可万一没有呢？我一个人，我真的不敢求你了。好，我带你走。快，往东100米就是药王庙，祁家的援兵就在附近。跑，不要回头。这一世竟然死得这么快，也罢，就当还了小姐的恩情。一个不留，上！你是祁家哥哥？是我来救你了。柔意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这一次，他终于认对了人，真好。从此山高水长，我谁也不欠了。童月姐姐，这是世子爷刚让厨房送来的百合莲子羹，说是特意叮嘱了去了心，怕裴小姐嫌苦。替小姐谢过世子。小姐，世子对您真是1等1的体贴，这屋里的陈设，窗外的景致，便是连着每日的样药，他都要亲自过问才放心。童月，我这心里总是7上8下的。你看，如今人人见了我都称一声未来的世子夫人，对我不敢有半分怠慢。小姐，这是世子给您的体面。可我终究是个孤女，我裴家遭此大祸，如今只剩我一个。你说，万一侯府的长辈们嫌我门第败落，不让世子娶我，该怎么办？小姐不必忧心，世子那样的人，既然认定了您，就一定会想出周全办法的。真的吗？童月，你别只是为了哄我开心。真的，奴婢绝不骗小姐。我确实没有骗小姐。梦里，祁煜为了娶我这个假小姐，甚至在裴家旧宅外跪了许久，这些情深意重，我比谁都看得清楚。柔意在说什么呢？离得老远就听见你们主仆俩在窃窃私语。没说什么，不过是闲聊罢了。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很喜欢。这悬狐皮最是暖和。好漂亮的皮毛，祁哥哥，这怕是很难寻吧？你喜欢就好，再难寻也是值得。为猎这悬狐，我在雪地里守了3日，这伤值得。祁哥哥，你下次来陪我下局棋可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世子爷，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童月，你去送一送世子。童月，莫要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我没有。梦醒了，这一次我绝不敢再碰小姐的任何东西，包括她祁煜。童月，好端端的怎么行这种大礼？快起来！小姐，奴婢求小姐一件事，求小姐将奴婢的卖身契还给奴婢。你要卖身契？童月，你是要离开我吗？小姐如今已寻到了良人，裴家也平反在即，奴婢想回乡下过些清静日子。若是没有你，我早就死在回京的路上了。
这卖身契本该还你。只是童月，我在这侯府如履薄冰，能信的人只有你。能不等我在侯府站稳了脚跟，你再走？好，奴婢答应小姐。你瞧见没？世子这2日忙得脚不沾地，除了请安，都没怎么去过裴小姐那屋。什么小姐，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。老夫人送过去的那几个，个个都伸长了脖子等着呢。世子已经3日没来了，我为他亲手煲了这汤，想送过去，可又怕惊扰了他。小姐既然有这份心，插个小厮送去便是，不必亲自操劳。若是旁人送，怕是连书房的门都进不去。童月，如今我只剩下你了，这满屋子的丫头，我也只信你。老夫人给的那几个心眼子都写在脸上了，若是让他们去，这汤指不定送进谁的肚子里了。你去，我才安心。好，奴婢去送。大壮哥，小姐记挂世子劳累，特意煲了汤，劳烦传个话。好嘞，童月姑娘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告诉爷。世子爷，童月姑娘给您送鸡汤来了。童月姑娘，爷说他正忙着，请你先等一等。好。瞧见没？那不是裴小姐身边的童月吗？端着汤在那站了半个时辰了，世子硬是没让进。真当自己是救命恩人就有体面了？没瞧见世子正晾着他吗？就是丫鬟，就是。爷，童月姑娘还在外面候着呢，让她进来。端了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这汤已经凉透了。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？以为送中汤就能进我的书房？世子多虑了，这鸡汤是小姐让奴婢送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小姐记挂世子，忙活了一晌午。既然世子不喜，奴婢收拾干净便是。站住！自己擦一擦，省得旁人说侯府苛待你。怎的去了这么久？那汤可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心意，就这么洒了？是奴婢笨手笨脚，没端稳汤罐，惊扰了世子，还请小姐责罚。罚你做什么？你是为了替我送汤才伤的，我只是可惜世子没能喝上，往后你小心些便是。我从小陪着他长大，本也没受过什么苦。梦里若不是我失了记忆，被祁煜错认，他也不会在外面受尽搓磨，油尽灯枯。于他，我心中到底是愧疚的。柔意，你就是心思太善。童月虽对你有救命之恩，可到底是丫头出身，你莫要被人骗了。怎么会呢？童月自小陪我，最是忠心。祁哥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啊？总觉得你每次看到他都冷着脸。我堂堂世子，怎会和一个丫头计较？不过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让你多提防一些。你怎知他不会背着你攀上什么不该攀的人？童月，快瞧瞧，我给你物色了个好姻缘。这是侯府远房的商户亲戚，姓张，说是要来求一个大丫鬟做正头娘子。我打听过了，这张家公子家境殷实，人品也正派。老夫人最近身子不治，把这事儿交给我办，我头一个就想到了你。小姐，这不合适吧？奴婢只想陪着小姐，你先别急着推辞。这2日不知有多少人求到我门上来保媒，我是硬给你留着的。我也不舍得你，可不知为何祁哥哥总是不待见你。我再怎么心疼，也不能总把你锁在身边受气。张家虽远在沧州，可你若能嫁过去做正头娘子，离得远些，离了这京城的是非，我便也认了。沧州的确是个好地方。实不相瞒，张家在沧州天是商户，也算殷实。张某因生意常年在外奔波，家母年迈，正需要一位如姑娘这般从大户人家出来的，
行事稳重的内助来操持。张公子坦诚，童月自小在裴家长大，管家李氏虽谈不上精通，却也还算得手。只要公子不嫌弃童月身份卑微，童月定当尽心守护张宅。童月，你快瞧，这张家诚意足得很，压箱底的银子给了1000两，还有这2间沧州的铺子，说是都记在你的名下。小姐费心了，这些东西太贵重了。你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你的嫁妆我便是1分也不敢薄了。张家虽然从商，但只要你日子过得舒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齐哥哥来了，快帮我瞧瞧，张家给童月的这份聘礼单子可还周全？怎么，你想把她嫁到沧州去？张家虽然是商户，也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的。我看这事儿不成。再说，他也不会同意的。齐哥哥胡说什么呢？童月他已经点头同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童月和张公子情投意合，这婚事已经定下了呀。你瞧这单子，张家诚意足得很呢。这下好了，你不是不待见童月吗？我把人打发到沧州这种偏远地方去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那真是再好不过。童月，累了一天了，早些歇息吧。是，小姐。等出了这侯府的门，梦里的一切就真的都了断了。你就这么，那种下九流的低贱商户，你也上赶着要嫁？世子自重，奴婢身份卑微，如何嫁不得？再说，奴婢的婚事自有小姐做主，聘单已下，红旗将成。世子是奴婢什么人，又与世子何干？你是侯府的丫头，最重要的就是伺候好主子，整日里不想着怎么分忧，尽想些翻身嫁人的歪心思，你还有几分心思照顾柔意？奴婢若有错，小姐自会责罚，这些事就不劳世子费心了。好了，莫要闹了。我知道你这般急着找婆家，无非是心里对我还有气，想用这种法子引起我的注意。不过你就算怨恨我，也不必随便找个男人嫁了。你知道的，本世子最厌烦人耍手段，这次便算了，不许再有下回。你好好照顾柔意，自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若是伺候得好，我以后可以考虑纳你。这3天齐豫都没出现，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有些心慌。童月，别忙活了，我有话同你说。童月，张家的婚事怕是不成了。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都定好了吗？张公子前2日骑马，不知怎的惊了马，摔了下来。听人说摔得极重，断了一条腿。张家大夫人的意思是，怕是这门婚事哪里不妥，话里话外的说你克夫，想要退婚。张掖做生意常年骑马，怎么会偏偏在这时候出事？是齐豫，是他做的。为什么他就是不肯放过我？这次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，这样也不行吗？若是伺候得好，我以后可以考虑纳你。他是想说纳我做妾？童月，你的脸色怎么？来人，快叫大夫！童月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整整睡了1天1夜。小姐来看过你好几回，见你总不醒，急得眼睛都红了。小姐呢？小姐去前厅见世子了，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好好歇着。张家的事儿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作为一个丫鬟，其实是没资格选择出路的。像咱们这样的丫头，要么配个能干的小厮，要么小姐开恩，也能配个商户管事。你长得这么好，说不定能给世子做妾呢。无论哪一种，我都愿意接受，但梦醒之后，我不愿意了。小翠，我不想再参与任何人的感情了，尤其是他齐豫，不管是折磨我，还是心血来潮想要拿我，我都不愿意了。可除了这些，咱们还能去哪儿？我得为自己找个其他的出路，一条齐豫干涉不了的出路。
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让小姐受到伤害。哼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克得我家业断了腿的贵人吗？怎么，嫌张家还没被你害透？夫人，同月今日来是想看看张公子伤势如何。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这种命硬的丧门星，还没进门就血光冲天，张家可高攀不起。赶紧走，免得再沾了什么晦气。张家虽从商，却也懂什么是趋吉避祸。退亲的帖子已经送去侯府了，你往后爱克谁克谁去。夫人若不让我见这一面，那退婚一事，同月绝不认。你这丫头竟敢！娘，让她进来吧。行动不便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公子的腿真的断了。如果姑娘今日来是想问退婚一事，那便不必开口了。姑娘既然名花有主，又何必为难我们这些人呢？也不过一介布衣，又怎敢与世子抢人？果然是祁煜。世子派人来的时候，张某就明白了。姑娘，这京城虽大，可只要世子一句话，谁敢娶你，谁能娶你？张公子，我今日来求证此事只是其一，还有一件关乎你我性命的要紧事。什么事？我想请张公子帮个忙，我想见一见公子的主子，9000岁沈窝沈都主。姑娘如何得知？如何得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沈都主正在找一个人，而我有他想要的消息。你可知道提及那个名医是什么后果？我既然敢来，自然有保命的本钱。劳烦公子传个信，等见了面，沈都主自然就知晓我是谁了。怎么样，见到人了？那张公子可是当真伤了腿？回小姐，见到了，确实断了一条腿，正躺在榻上动弹不得。也罢，许是你们当真有缘无分，连老天爷都不肯全了这段姻缘。你莫要太难过，这京城好儿郎多的是，等我过了门，定会求着世子日后为你寻个更好的，保准比那张家强上100倍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早不摔晚不摔，偏偏在咱们谈婚论嫁的时候摔。多谢小姐体恤，奴婢不难过。我没有告诉他原因，在他眼里，祁煜应当是满心满眼只有他的，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坏丫鬟姻缘的事？又怎么可能想要纳他一直厌恶的丫鬟做妾？梦里，祁煜心中只有我这个假小姐，从未纳妾。哪怕后来小姐回来，他一心待小姐，也不曾给她个身份。小姐的婚事要紧，张公子的事就此接过吧。同月，我今日好看吗？祁哥哥会喜欢吗？小姐今日是这世间最美的新娘，世子定然移不开眼。柔意，慢些。我知道，他定然是想起了梦里我们大婚的场景，虽然从未说破，但关于那场梦，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。送入洞房。祁煜，这一次我如你所愿，从你的生命里退得干干净净，只希望你能看在梦里的份上，善待小姐，莫要再让那些悲剧重现。今日退朝早，顺路去城东买了些新鲜出来点心。祁哥哥今日怎么有这般心思？这是你最爱吃的荷花酥。咦，这梅花糕，祁哥哥不是一向嫌它甜腻吗？今日怎么也多拿了一个？顺手拿的，既然买多了，那便赏给丫鬟吃吧。同月，世子赏你的，快接着吧。谢世子赏。梦里，他总是常常特意绕路去城东为我买回这一口梅花糕。如今这一次，他买给小姐荷花酥，却依然没忘了买这梅花糕。我并没觉得开心，反而有些心慌。同月姐姐，你觉不觉得世子最近对你变了？虽说还是冷冰冰的，可这2日竟没听他再呵斥过你。
世子新婚，自然心情好。是吗？可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好了，别嚼舌根了。盘算着日子，宫里那位为什么还没有来寻我？难道这一次因为我的改变，事情也变了？不行，我得去寻张公子一探究竟。世子这梅林修整的倒是不错，只是这风骨似乎软了些。沈督主百忙之中屈尊寒舍，想必不是为了点评这几株梅花吧？这位便是太后跟前的红人，权倾朝野的沈督主，人称9000岁。督主，内子胆小，还请见谅。是我。这位便是裴大人家的嫡女了。世子当真好福气。督主过誉了，内侄身子弱，受不得风。督主若叙旧，咱们还是去厅里吧。不，难得来此，再赏赏这花。这红梅看久了也平庸，本督罚了，世子留步吧。既然督主罚了，那下官这便送督主出府。世子新婚燕尔，想必与夫人还有说不完的缠绵话，本督怎好搅了世子的养性？送客这种小事，差个利索的丫鬟就可以。童月，去送督主。是，请督主随奴婢来。沈窝，沈大人，前世你权倾朝野，却为了我这卑微之躯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。那一世我为你惧你，甚至厌你，可这世间唯有你对我赤诚如初。哼，费尽心思托张掖引本督入局，如今人见着了，姑娘怎么反而装起木头来了？说吧，大费周章要见本督，所谓何事？人人都说你是太后爪牙，性情薄虐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你受尽凌辱才爬到这个位置，为的仅仅是能寻到在那场洪水中失散的亲人。哭什么？本督最厌烦女人哭天抹泪。世子夫人教出来的丫鬟，竟是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哥哥，你方才叫本督什么？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再叫一遍，是谁教你这么叫的？是祁煜。没有谁教，哥哥，你是阿娘临贼前交代我要死死拉住的人，可那年洪水太大，你没能拉紧我。沈沃，我异母同胞的亲哥哥，梦里我失了忆，是你先认出了我，可我别碰我！你是太后的走狗，是人人唾弃的阉人，我求你离我和世子远一点。我为了守住祁煜给的那点虚伪的爱，竟将唯一护我的亲哥哥推向了深渊。你说你是月儿，你可知欺瞒本督的后果？梦里你也是这样认出我的，可惜那时我被祁煜迷了心事，更因为你那名声，我怕你，更厌你。为了讨好祁煜，我一步步将你推向死路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什么梦里？什么死路？祁煜曾告诉我，沈督主临阵倒戈，导致太后一党重创，太后大怒将你凌迟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你是为了救我们的命才破釜沉舟。哥哥，梦里是我欠你太多。一个红痣代表不了什么。竟然真的是你，月儿，真的是你。是我，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死了，我还以为这世上我再也没有亲人。哥哥，我原本是不打算认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好不容易活下来，你竟不想认我？你如今是大权在握的9000岁，人人惧你恨你，可我知道那是烈火烹油。梦里你因我处处掣肘，最后落得那般下场，我不愿再成为你的软肋。胡说！谁敢欺负你，本局就要谁的命。有哥哥在，
绝不许你再受半分委屈。可我没了法子，哥哥。祁煜他疯了，他毁了我的婚事，还要纳我做妾。我不愿待在这侯府了，也不想入那偏院一步。纳你做妾，他也配？区一个武宁侯世子，当真以为这京城是他的一言堂了？哥哥莫要硬来，这里终究是侯府。这玉佩收好，若有万一。张掖，那个张公子，他是你的人？他是本都的一步暗棋。原来如此。梦里他来侯府求妻一事，我一病重并未参与，这才不知情。没想到张家上下竟没有一个是祁煜的人。万事小心，本都会安排妥当，定会带你离开这虎穴。世子，督主临走前确实和童月单独待了许久，听守门的侍卫说，隐约还瞧见童月哭了。沈无，一个阉人竟敢把手伸进我武宁侯府，他到底跟那丫头说了什么？奴才们不敢靠近，只瞧见沈督主走时脸色也难看得紧。童月，老朽恭喜世子，世子夫人这是喜脉，已有月余了，胎相平稳。你说什么？柔意有身孕了？祁哥哥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儿了。好极了。柔意，你受苦了，想要什么只管开口。既然有了身孕，身边更得要信得过的人伺候。童月稳重，往后就贴身守着你，一刻也不许离开。都听祁哥哥的。梦里我因伤势过重伤了根本，并未诞下一男半女。祁煜嘴上没说什么，私底下没少求医问药。眼下小姐有孕，最高兴的应该就是他了。童月，奴婢在。你要好生伺候，万不可出半点差池。是。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说！小姐如今已站稳了脚跟，又有灵儿伴身，奴婢想向小姐辞行。辞行？你要去哪儿？是不是府里有人为难你？并非，奴婢前些日子寻到了远方失散多年的亲兄长，他已修书一封，说是要接奴婢回家。奴婢漂泊半生，终是想求个骨肉团圆。也好，你救过我的命，这些东西比起你的救命之恩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，留给你做嫁妆，莫要在那兄长家受了委屈。小姐，奴婢不能收下。你自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有金银傍身，我也放心些。小姐莫要伤怀，即便奴婢离开，也会日日为小姐和孩儿祈福。那你打算何时动身？等小姐胎相稳固，奴婢再走。夫人，老夫人说了，您如今怀着身孕，身子重，不便伺候世子。这2个丫鬟是老夫人亲自挑的，规矩好也贴心，留着给世子爷挑一个开脸做妾。嬷嬷，我这儿有童月伺候的挺好，不必。这不仅是为了伺候，更是为了世子爷的子嗣。夫人向来大度，总不会想让旁人说裴家出来的嫡女是个极度成性的吧？童月，你说我才刚有了1个月的身孕，老夫人就急吼吼的送人进来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孤女终究是配不上世子？小姐，莫要胡思乱想，您现在有孕在身，最是忌讳思虑过重。孩子，有了这孩子，倒成了旁人3人的借口了。谁让你们站在主屋院子里的？世子，这是老夫人送来给您。滚出去！本世子的屋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？带上人滚回老夫人那儿，就说本世子忙于公务，没心思在这安杂事上费神。柔意，别哭，我都把他们打发走了。祁哥哥，老夫人那边有我挡着，你现在只要安安稳稳的养胎，天大的事都由我撑着。梦里我嫁给他，老夫人嫌我无所出，也曾赠过好几个美貌丫鬟。那时候祁煜也是这般，二话不说便遣了回去。从此老夫人便歇了心思。童月姐姐，世子对夫人可真是深情啊，哪怕老夫人施压，也硬是一个都没留。是啊，世子待小姐确实是1等1的好。小姐，该喝药了。小姐，
您这是怎么了？世子不是刚送了新奇的小玩意儿过来吗？童月，我想给世子纳妾。纳妾？小姐，世子那日发那么大火送走人，不就是不想惹您伤心吗？他这几日是挡回去了，可老夫人私下里又让人传话，话里话外的说我善妒，没有容人之心。夫君贵为世子，往后总是要纳妾的。与其等着别人塞那些不安分的进来，还不如由我亲自来拿。小姐，这种事怎能大度得起来？我没法子，童月，裴家没了，我在这儿如履薄冰，主动纳妾，好歹还能求个贤良的名声，留个人在眼皮子底下。小姐，童月，你说若是在我身边选一个知根知底的，是不是就没那么疼了？夫君，老夫人那边催得紧，我如今身子重，实在分身乏术。我想着，不如从我身边的贴身丫鬟里选一个妥帖的服侍夫君，那做良妾也好替我分担一二。既然你觉得辛苦，又是一心为侯府着想，我便听你的。柔意，你放心，在我心里你始终才是第一位，无论什么妾，始终都越不过你去。夫君能这般想，我便心安了。只是不知夫君心中可有属意的人选？你身边的丫鬟个个都好，若要选，最好是能与你亲近些的，一直伺候你的，知根知底的人纳进门，也省了你许多管教的麻烦，不是吗？好，夫君说的我都记下了。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先去书房了。小姐，奴婢对世子绝无此意，也不想给世子做妾，请小姐切莫误会。傻丫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没打算把你送给世子，不过是发现他对你的心思有意误导罢了。不如此，你又怎能安生离开？小姐是何时知道的？纳妾一事本就是他祁煜亲手做的一个局，他不愿自己开口伤了我，背上薄情名声，便教唆老夫人先送2个丫头来膈应我。等那2个丫头被他打发走，老夫人自然会明里暗里向我施压，最后他在私下里派人来劝我，让我从自己身边挑个信得过的，才有了方才那一出。我不是傻子，这府里多的是想攀高枝的，可他偏偏在那一瞬眼里只装得下一个你。我虽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让他非你不可，可我看得出他与你而言并非良人。童月，你走吧，现在就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小姐，我走了，您在这侯府该怎么办？您还有身孕。裴家没人了，我无处可退，剩下的路我只能靠自己一个人走下去。小姐，走，不要回头。小姐珍重。爷，偏房那边已经按您的吩咐，全换成了童月姑娘最喜欢的陈列。她这几日可还安分？姑娘一直待在屋里没出来。她梦里欠柔意的，这一次便留在府里慢慢还。只要她乖乖的，本世子可以既往不咎，重新讨她。童月已经答应嫁到沧州了。欲擒故纵也好，赌气也罢，童月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月儿，奴婢见过世子爷。你是谁？谁准你坐在这儿的？童月呢？世子息怒，奴婢是夫人挑的。不可能，柔意答应我的，他怎么敢骗我？裴柔意，你答应过我的。童月呢？为什么不是童月？夫君在说什么？纳妾的人选不是夫君亲口说身边的都好吗？我觉得那丫头乖巧，便选了她。你少跟我装蒜！你知道我要的是谁？我要的是童月，他人呢？童月，他早就离开了。离开？去哪儿了？
他是侯府的奴才，没我的允许，他能去哪儿？我把卖身契还给他了，他自由了。你竟敢私放府里的奴才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是世子夫人，打发一个丫鬟还要写折子请示你不成？齐玉，你心里打的什么龌龊心思？真当我瞧不出来吗？齐玉最近快把京城掀过来了，听底下的探子回话，他在岭南一带大肆搜捕，连裴家当年的旧宅都没放过。世子爷倒是好兴致。月儿，你就不怕他真寻到这儿来？有的人总是得陇望土，得了一个还想要另一个，最终鸡飞蛋打一场空。自从进了都督府，哥哥当真将我宠上了天，吃穿用度皆是顶尖，这日子当真像神仙一般。哥哥，近日宫里似乎不安生，我昨儿个听人说二皇子那边动静挺大。朝堂争斗，你个小丫头莫要操心。哥哥，云聚雷鸣必有风暴，万事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本都知道了，记性倒长了不少。今天是长公主生辰，哥哥推脱不掉，终究是来了。这种节骨眼上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哥哥，怎么喝了这么多？月儿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副都主上车。董月，你让我找的好苦，还想走？你以为你还能走到哪里？跟我回侯府！放手，齐世子，请自重。这不是齐世子吗？世子没事行这么大礼做什么？童月，为何你会和沈沃在一起？你们什么关系？世子觉得呢？听说了吗？沈都主府里藏了个角色，疼得跟什么似的，连进出都带着。听说是个来路不明的小丫头，倒让那个活魔王动了凡心。童月，你竟然宁愿委身一个阉人也不愿嫁给我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阉人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世子比个阉人还不如。世子自便吧。说了多少回，明明一身毛病，还非要学人家醉酒。小丫头片子，教训起我来了。姑娘，督主让人送了南边新贡的荔枝过来，督主还说世子爷那边没什么动静。没动静，才是最让人心慌的。齐玉的性情我再了解不过，只怕他存了什么坏心思。你们是谁？齐玉，滚出来！童月，你说你跑什么呢？兜兜转转，最终你还不是回到了我身边。把我绑回来，就是为了看你这副丧家产犬的模样吗？丧家之犬，很快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把那个阉人挫骨扬灰的。世子这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是做给谁看？我只觉得恶心。恶心？童月，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在那5年的晨昏定事里，你可是最喜欢我这双手为你画眉的。那是你认错了人，而我也刚好瞎了眼。找什么呢？眼神一直在门口晃悠，莫非你还指望那个沈乌会从天而降，再救你一回？督主事务繁忙，哪有功夫理会你这暗杂地方？死心吧，沈乌那条疯狗现在正忙着保他自己的脑袋呢。宫里出了变故，他自顾不暇，能不能保住那颗脑袋都还两说呢。
宫里有圣上和太后，能有什么变故？你少在这信口开河。圣上，很快就要换个人坐那个位置了。二皇子等这一天等得太久，而沈雾，他注定是这场博弈里的死棋。你就这么笃定二皇子能赢？祁煜，你这是在拿整个武宁侯府的人头在赌。我有你，我就已经赢了一半了。宫变怎么会这么早？梦里分明还要晚几个月。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轨迹，导致祁煜和二皇子提前动手了？哥哥，你一定要撑住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祁煜是不是为难你了？我听府里的丫鬟说了，那日吵架后你便小产了，他竟还让你来做这种活计。小姐，你跟我说句话。小姐，别走！小姐，童月，出来吧。这一刻，我等得太久了。今日之后，这京城便是我的天下。走吧，我要让你们好好看看，这宫里是如何变天的。童月，你不会觉得沈窝真的能藏得住你？他终究还是太嫩了。你这是在自掘坟墓。自掘坟墓？你是不是忘了沈屋在梦里是怎么死的？被凌迟，被太后一刀刀割肉，那滋味儿。放心，这一次我会让他死得更痛快点。开宫门，迎新主！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没倒戈？沈雾，你明明应该被太后杀死了，你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？叽里咕噜说些什么鬼话？哼！逆贼祁煜，伙同二皇子谋反，都给我拿下，生死不论。是。不对，你们怎么知道二皇子的计划？怎么知道我会出现？是沈窝，是你算计我！是谁背叛了我？是谁把布防图露出去的？是谁？爹娘，女儿给你们报仇了。你竟然知道？是啊，我知道。沈督主亲自带我进了那间摆满证据的密室，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柔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是二皇子的意思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要补偿你的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为了你，我连头月都不要了。你一介孤女，我依然娶你为世子夫人，难道这补偿还不够吗？祁煜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裴柔意这一生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没能在侯府大婚那天就直接杀了你。原来竟然是如此，怪不得。月儿，如果你发现你深爱的那个人正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会如何？沈督主莫要信口开河来离间，若真有那天，我宁愿不知道的好。梦里的他不敢告诉我真相，是怕我撑不下去，而我竟然为了那个无情之人对他冷言冷语，梦里的我当真是该死。这一场荒唐的戏总算散场了。督主姑娘，刚才宫里传信，说是那边的余党已尽数清算干净了，二皇子那一脉这回是彻底绝了。动作倒是慢了些，圣上年幼，这些事本就不该让他经手。如今京城终于安宁了，哥哥，这2月来你受累了。梦里杀害哥哥的太后虽然名义上赢了宫变，却在那晚后一病不起。听闻小皇帝已与他离心，事事都依赖哥哥这个救命恩人，这结局终究是圆满了。听说了吗？太后娘娘昨儿个夜里又惊醒了，一直喊着有鬼，身子坏了是次要，心气儿怕是早就散了。现在这宫里，圣上只听沈督主的，连慈宁宫的请安都免了。小姐在想什么？想得这么出神？童月，
我想离开京城了。离开？小姐打算去哪儿？我想回一趟岭南，那里虽然清苦，却有我爹娘最后留下的痕迹。这京城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沈督主，我想离开京城，回岭南去。岭南路远，你一介弱女子，怎么走得动？督主忘了，当年裴家流放，那样难的路我都走过来了，如今更没什么好怕的。这2个月若不是你里应外合，计划也不会这般顺利。那是为了裴家，也是为了救童月，督主不必计划在心。岭南边陲动荡，流民四起，艰险异常，你一个姑娘家实在不妥。你再等上1月，待本都处理完手头这些事情，我陪你去，可好？好。哟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童月，别瞎说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小姐脸红什么？岭南的老宅已经修缮好了，交给可靠的管事看管。我想着还是回京陪你们。是陪哥哥吧？童月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哥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我想做点生意。做什么生意？张公子之前提过沧州的绸缎生意，想找人合伙。我琢磨着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……你一个姑娘家抛头露面做生意，像什么话？姑娘家怎么了？小姐还在岭南自己补屋顶呢。哥哥，你不是也没说她不像话？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因为她是心上人，我是妹妹。你少扯这些。做生意不是过家家，你有本钱吗？有，小姐给的嫁妆银子我一直没动，再加上这几个月攒的，够了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哥哥，我不想一辈子躲在都督府的围墙里，我也想做点自己能做主的事儿。加上这些，哥哥，亏了不许哭。放心，我哭也是找你报销。滚出去！姑娘当真要入伙？当真，这是本钱，不多，但够启动。有沈督主做靠山，姑娘这生意想不成为难。张公子，我入伙不是为了靠哥哥的名头，货要好，价要公道，这才是长久之道。姑娘说的是，那这样，城南那家铺子交给姑娘打理，利润对半分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这位姑娘有魄力。这边再高一点，牌匾要挂得正。好嘞。姑娘，歇歇吧，您都站了2个时辰了。不急，后天就要开业了，还有好多事没弄完呢。姑娘办事利索，这铺子收拾的比我预想的快多了。张公子过奖了。对了，货到了吗？昨儿晚上到的，都在后院库房里。姑娘要不要去看看？走。姑娘现在比都人还忙。童月，你看看你，灰头土脸的，洗洗手，快吃饭。没事儿，今天铺子那边架子搭好了，后天就能开业。后天我去给你撑场子。哥哥，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场合吗？你开的铺子，本都不去，别人还以为本都不认你这个妹妹。夫君其实就是想去看看。吃饭。沈大哥，你看童月多精神。这铺子的东家是个女子，听说是沈督主的妹妹，了不得。敢在京城开店，有胆量。多谢各位捧场，同月重装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今日开业，全场9折，欢迎进店看看。哥哥怎么样？没给你丢脸吧？还行。什么叫还行？明明是好的很。哥哥，开业贺礼，不许卖了还钱。我才不卖呢，留着传家。哥哥，尝尝我亲手做的。这形状是什么？桂花糕啊，虽然卖相一般，但味道绝对好。还行。还行就是很好吃的意思，对吧？说吧，又有什么事儿？哥哥，
我想去沧州开分号。沧州那么远？张公子说沧州的绸缎生意比京城还好做，而且那边没人认得我，从头开始更有意思。你一个人去？张公子会派人跟着，小翠也去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去打仗，只是做生意。你决定了？决定了。到了沧州去找这个人，他是本都的人，有难处就找他。哥哥，别哭，本都最怕人哭。不哭，哥哥，等我赚了大钱，给你和小姐买一座大宅子。本都不缺宅子，那不一样，我买的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路上小心。沧州那么远，你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小姐，我不是一个人呀，有小翠跟着呢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过年就回来看你们。那你答应我，每半个月写一封信，我保证。哥哥，我走了啊。去吧。那你们好好的，等我回来给小姐带沧州的特产。哥哥，照顾好小姐，小姐照顾好哥哥。走吧，他比你想的能耐。姑娘，这牌匾跟京城的一模一样。那当然，这是我的招牌嘛。姑娘，货都到了，您要不要清点一下？走，去看看。童月，这是你的新开始。姑娘，你一个人来沧州，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最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还怕做生意？也是。明日开业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那好，早点歇着，明天打起精神来。梦里因为爱奇遇，我自愿困在偏院，连门都出不去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沧州，我来了。小姐，哥哥，我到沧州了，一切都好。铺子明日开业，小翠已经学会了和管事讨价还价，我怀疑她比我还能干。沧州的风沙比京城大，我得去买几块面纱，不然回去你们该不认识我了。对了，哥哥，你上次给的那块玉佩，我在路上遇到点麻烦，拿出来一亮，对方就跑了。原来哥哥的名头这么好用，下次多给我几块呗。夫君，你笑了？没有，明明就笑了。你看错了。小姐，哥哥就拜托你了。他这个人嘴上不说，心里比谁都在意。你们好好的，等我过年回来。童月，童月长大了。她一直都挺大的。我是说，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人保护的小丫头了。姑娘，吉时已到，可以开市了。开市。